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1号。昨天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至少我认为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昨天，习近平本人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他在会上郑重宣布，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这是中方首次由中国第一号领导人确认有参加意向，这估计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不像某个大国，你看他们的领导是口无遮拦，不靠谱。中国领导人在公共场合从来就不随便说话，一说就是一言九鼎。最近中国的官方动作也很快啊，你看上个礼拜天刚刚签署了 RCEP， 现在又准备加入这个 CPTPP。 中国官宣的时间点也特别耐人寻味。我估计这与美国以及美国大选有非常大的关系。奥巴马时代看到中国崛起的势头势不可挡，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想法，所以当年与当时还是美国国务卿的克林顿夫人一起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什么重返亚太这样的国策。美国军事的重点也从中东转移到中国的周边，比如说南海呀、东海。所以那年突然冒出一个所谓的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特别紧张，降到了中日建交以来冰点。接着在南海也搞事，挑唆菲律宾出来，搞了一个所谓什么南海仲裁，最后不了了之。这反而让中国下定了决心，下定了信心，发现自己不弱环节，于是呢大量投入资金到中国的海军进行海军的建设。结果就是后面中了几个岛屿，很大的岛屿。这几年中国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成军。经济方面，2009年的时候，美国加入 TPP 的谈判。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下子美国就反客为主，加入了许多有利于美国自己的条款，相当于 TPP 的谈判他做主了。日本是4年之后2013年7月才加入进来的。但这个协定一开始其实呢就是要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据说是因为 TPP 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协定，比如说在环保、劳工、原产地、政府采购、国企等等方面包含了诸多高标准的条款。那几年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不达标，就是说中国不够格。美国的加入实则呢是要排除或者是排挤中国，让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有各方面呢步履艰难，这是遏制中国秘而不宣的阴招。TPP 实际上更像一个为政治利益集团服务的协定，而非致力于成员国民众的福祉的经贸协定。而大部分规定，有些呢甚至是霸王条款，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背后就是那些贸易巨头还有利益集团在操纵美国谈判代表。可是人算不如天算2016年的时候，政治素人特朗普他胜利当选，一上台就宣布退出 TPP， 因为他觉得美国亏了。美国的退出让这个 TPP 一下子难以为继，特朗普等于是间接帮了中国一个大的忙，所以叫他为川建国还是比较恰当的。在美国退群之后，东南亚那些原来 TPP 的国家，他们选择转向于由东盟主导的 RCEP 谈判。有意思的是，2016年的时候，越南还有马来西亚他们的经贸部长都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愿意将推动自由贸易的重心转向由中国推进的自贸进程。与 TPP 不同，虽然中国一直被视为该地区贸易协定的主要推动者，但中国一直强调主要推动力是东盟而不是中国自己。而且 RCEP 各参与方更加平等，这个协议也被视为美国主导的 TPP 协议的替代物。经过8年的艰苦谈判，在各方努力下，终于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11月15号正式签署了这个 RCEP。 咱们现在回到 TPP， 美国退群之后，眼看着 TPP 进行不下去了，但是各个成员国特别是日本肯定不罢休美国退出后，日本在这个群里就是老大了，因为他体量最大，于是他就接过了美国的棒，继续推进谈判。当然当年美国蛮横加进去的那些霸王条款也一一的被删除。
日本接棒当然是他可以捞到好处了，因为在美国退群之后，在剩下那些国家里面，日本它的工业实力最强啊，后面有大的工商业财团的利益。其次，如果能够整合跨太平洋经贸区，可以大大提升日本的国际声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抗衡中国。日本接棒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可能是他想先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着某天美国这老大哥他回心转意，就可以把这棒交还给米国。况且原来 TPP 这大体框架已经成型了，不用太多的修修补补，这个对于日本算是一种无奈但是呢又千载难逢的机会吧。在日本的牵头下，谈判继续，但是该协定的名字由原来 TPP 改成了现在 CPTPP。2018年3月8日的时候，各国代表在智利签署了该协定，也就是 CPTPP， 由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还有秘鲁11个国家共同签署。同年11月30号，该协定正式生效。以上就是 TPP、CPTPP 以及 RCEP 的前世今生的浓缩版。美国大选完毕已经差不多20天了，什么情形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可以说是一团糟，对吧？2个候选人都宣布当选为美国总统，不过目前看来很可能是拜登会成为下届的美国总统。按照民主党的特性，美国可能会快速重新加入被特朗普推的群，所以可以预见美国可能很快就会考虑重新加入 CPTPP， 但谈判肯定得从头开始了，因为美国原来自己加入那些霸王条款现在都被删掉了。在美国还因为他们自己国内政治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这时候提出积极加入 CPTPP， 肯定有其考量。中国是想抢先一步进行谈判，共同制定既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 CPTPP 成员国的规则，这样就可以给美国今后的谈判设置更多的障碍，也就是呢把美国入群的门槛加高了。因为现在形势今非昔比，如果美国真的愿意重新加入这群里面，能捞到的好处肯定要比当初他退群之前要少不知多少倍，加上有中国这个大块头挡在那里，当然前提是其他 CPTPP 的国家同意中国加入进来，估计美国最后也谈不成多少有利于美国自己的条款，所以最后美国可能会掂量值不值得再次入群。中国这时候宣布想加入，就是想抢占先机，把美国的路先堵住。美国抢先跟 CPTPP 的成员国谈判，肯定捞到的好处要比后面来的要更多。好的东西当然是越在前面的人拿得越多，越往后剩下就是残跟冷炙了，对吧？如果美国觉得不值得加入，那中国就自动成为老大。同时借助这个 CPTPP， 中国在 RCEP 里面面临成员国的压力也会小一些，毕竟自贸区不是 RCEP 一家，借助 CPTPP 还有 RCEP， 最后呢更容易还会催生中日韩这个东北亚自贸区，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同理，可以做好这个 RCEP 这个协议，通过示范效应吸引更多其他国家加入进来。如果中国同时在不同的自贸区或是不同的协定里面，有些以前被掌握话语权的国家洗脑的那些小国或者其他国家，通过与中国打交道，可以消除一些误解，中国加入的群越多，对外贸还有彼此的合作就越好，减少与他国的摩擦。我们都知道，目前涉及世界贸易的已经有了一个叫 WTO， 也就世界贸易组织。顾名思义，就是规范世界贸易的一个调解纷争的地方，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可以理解为经济联合国。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中国加入得晚，所以目前它的官方语言是3种，一个是法语、英语，还有另外一个西班牙语，没有中文。世界贸易组织有一点非常特别，它有一个有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设有7名法官。法官们做出的裁决是有约束力的，法官们做出的裁决相当于 WTO 的终审判决，因此该机构呢被看作为 WTO 的最高法院。
但是去年，也就是2019年12月11日，因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机构成员只剩下一位，据说还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赵红，低于有效运行人数的3人。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述机构在运行了20多年之后正式停摆。背后的主要祸首，大家猜猜看是谁？是美利坚合众国。因为美国不断行使它的否决权，阻止任命新法官，上述机构直到今天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这充分体现美国的自大以及对国际组织的藐视。美国瘫痪世贸组织当然是有目的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开手脚，跟世界各国打贸易战，而不仅是跟中国。这应该是美国瘫痪世贸组织的最主要原因。可见，任何不利于美国的组织，不管是区域的组织还是国际组织，美国都是不能容忍的。但这种霸气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对它的号召力、对它的凝聚力并没有注意，而且相反会产生反向心力。因为世贸组织先天性只能解决贸易方面的争端，但当今各国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更涉及于投资、环保、金融、电信、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等方面，所以才导致近年来各国之间互签各种范围更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协定，但这些都是区域性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涵盖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组织，所以所有这些眼花缭乱的协定还有全球性的 WTO 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大家都有某种程度的互相覆盖，但为了减少国家之间的摩擦，都必不可少。从过去经验来看，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交流，而不是某一个国家仗着自己的拳头大到处树敌，瘫痪这个组织，退出那个组织，最后弄得不仅没有赢家，反而所有人都全盘皆输。接下来我想谈谈在国际政治还有经济贸易方面各个国家造成矛盾的原因。我主要是想从文化还有信仰方面入手。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词叫双赢，对吧？咱们中国的理念是有话好好说，有钱大家一起赚，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是双赢或是多赢。但是西方的理念是什么呢？他理解双赢不是你赢了我赢了，而是你赢了2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跟中国打交道是中国赢了西方2次。西方的词典里面原来是没有双赢这个词的， win-win 这个词呢是外来词，具体的说是个中文词汇。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呢？我认为这还是与宗教有关。儒家文化和受佛教影响的地区信仰是不同的神，特别是儒家文化强调是折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危机这个词就能很好的说明，在危险困难的时候，也就是转机的时候，是一种机会。折中哲学在其他地方是不常见的，其他地方主要是欧美还有广义上的伊斯兰地区，信仰的是一神教，他们只信仰唯一一个神，这个神的旨意是对的，而其他都是错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就不能够辩证的看问题，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很多人他们真的认为跟中文做生意就是你们中国人赢了我们2次，他们不会反向思考。很明显，如果你老是输家，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跟我做生意呢？这不是脑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就是想不过来。这一点也反映到政治方面，比如说他们认定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你中国的制度就是坏，就是一无是处，加上基督教本身貌似有一种使命感。大家想想看，信基督教的随着殖民者他们到处传教，不管有多危险的地区他们都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指引，需要跟随。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有不少信基督教的信徒，对吧？他们甚至呢跑到中东战火纷飞的地方去，深入到伊斯兰他们的腹地去传教，最后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行为就脑残，但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是主的恩典，是一种伟大的事业，所以这种我们是不能理解的。国际政治也一样，西方的体制是完全排斥中国目前体制的，这也是非黑即白这种思维在作怪。而中国，我认为中国目前这执政党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适用型的政党，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不适合自己的就加以调整加以改革。
这可能才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成功的法宝。而西方这种体制，因为有执政党啊，还有反对党，他们互相什么呢？互相牵制，改革或者说改变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比如说目前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吧？要做哪怕一点点改变都困难重重。所以那些我以为不爽特朗普的人，我选一个拜登出来就以为问题就可以奇迹般的消失的人，无异于当初像特朗普说的那个新冠病毒会奇迹般的消失一样不可靠。可以肯定的是，4年之后，绝大部分问题，我是说美国的问题还在那里，只不过有的问题可能少点了，但是呢又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但是大的改变应该不可能。现在我们回到本期开始讲的，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步非常好的棋。我相信中国政府的那些智库的智慧，以及中国领导人尊重科学的态度，而不像某国领导人治国全凭感觉。对中国来说，加入 CPTPP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可以满足 CPTPP 的要求，其他方面也可以通过谈判大家达成一个时间表。所以我认为有如下的好处。第一点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CPTPP 会重组亚太地区的贸易版图，还有印太地区贸易版图，经济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规模效应非常明显，对中国出口企业有巨大商机。第二个好处就是有利于产业链向 CPTPP 这区域转移。因为我们知道啊，原来一个国家，比如说第三个国家，他想扩大它的生产，扩大它的规模，看到这 CPTPP 有那么大的规模，有那么大的好处，一个统一的内部市场，当然他非常眼红了，然后他就转移进来。这样的趋势越多越明显，就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某个大国，我这说是灯塔国，他想与中国搞脱钩啊，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转移它的产业进来，那某个国家搞脱钩就会越来越失败，对吧？第三个好处， CPTPP 可以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国得满足这些条款，要满足那怎么办？要必须对你中国国内一些东西进行改革。第四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小这个贸易战给中国造成损失，在这里当然是指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通过加入这 CPTPP 之后，对中国来说这市场就更大了。第五个好处就是扩大了国际间合作的溢出效应。第六个好处，降低了关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品质。第七个好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如果你中国老是在群外，你永远不能参与这国际规则制定，那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你自己。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CPTPP 要不要接不接受中国加入。我想有几方面因素。第一方面是美国因素，目前来看这不存在，因为他已经退群了，而且目前由于支持特朗普的几乎占了美国1半的选民，所以阻力会不小，一下子难以进入 CPTPP 的谈判。第二个因素肯定是日本的，因为日本是群里老大，目前从情理上来说可能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两国的经济依存度非常高，中国加入之后呢，日本的影响力肯定会下降，所以他心里不情愿。但总体来说，对日本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啊，毕竟中国的市场规模在那里啊。第三是其他国家意见，也是因为中国的需求旺盛啊。你看中国这是世界最大市场，中国可以从你的国家大量采购，特别是一些小的国家，一采购一个订单，你看有多少？所以我估计他们这些国家也会同意中国加入。第四点是国企条款，国企条款是首次纳入国际协议，限制成员国政府补贴国有企业，还有限制成员国政府干预市场，这个要靠成员国之间谈判出来，谈出一个方案。其实现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在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常见，特别是因为新冠病毒这疫情啊，西方很多国家政府大量介入市场经济活动，还有国有化一些企业。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对吧？所以对中国来说，估计通过谈判，只要中国有毅力，应该是可以加入 CPTPP 的，而且肯定呢是利大于弊。
好，今天我说的就是抛砖引玉，就说那么多。那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